月镜中花，一剪一换，美丽却脆弱，让世人迷乱。我落下一滴泪，换你心痛欲碎。若你可以是平安，也算圆满。有生之年能遇见，应了无遗憾。重逢若时光荏苒，我不许你孤单。回首跌宕的岁月，已随风飘散，唯独剩你笑容多绚烂。我宁愿将我半生难，护你失却情，等待你还。纵然是此生也无缘，来世再纠缠。我宁愿承受千岁寒，换你三冬暖，余生不消叹。唯愿你前路永安无波澜。赵管家，世子，我镇国公府向来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做起背主求荣的事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这个，现在人赃并获。坦白你知道的所有事情，就像你之前说的，有些东西即便拿到了，别有命拿，没命用。说，不是世子，我说，我是之前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笔钱，然后他就让我帮忙疏通一下关系。还有的，我就是帮忙把那些箱子给运进来，然后那个印章，这镇国公府搜到的铁矿私购凭证，是你用假印章盖的？是，我没敢用长公主的真印章，我就自己造了一个假印章。不是，是的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鬼迷心窍了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联系人是谁？我不认识啊，我真不认识。我就是听到跟着他们的小弟说叫庞爷，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就因为一个未曾谋面之人，就背叛了这么多年恩情的镇国公府。不是世子，你饶了我这次，我真错了，你饶了我这次吧，世子，我真的知道错。明日一早，送到御史台。御史，此人乃是镇国公府的赵管家，这些东西都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证物。带到刑房，严加拷问。带下去。是。走。走。慢用啊。谢谢。那个，其实苏恒啊，他在码头听到庞虎和人交接的话了。
他现在已经明白了，误会了陆廷尉，他也挺后悔的。要不你就原谅他吧。那天确实是我太激动了，苏恒哥哥也是职责所在，都是为了我好，我从未怨过他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傻子还担心你不会原谅他，都不敢来见你呢。怎么会？那就好。包子来喽，趁热吃。沈二娘子，店里没肉了，我得赶紧去买肉。你能帮我去后厨看看火吗？这么着急？我去帮你买。你哪会买肉啊？我去就行，你帮我看火便好。嗯。啊，这不是有人吗？师傅。师傅，怎么不理人啊？师傅。陆时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庄娘安排你来的？不然他真请你来吃包子呀？我们陆廷尉还挺有本事的嘛，这小胡子弄的。哎，等，轻点。我花了好多时间粘的呢。别弄。你呀，竟然还有这刨除的本事啊！我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可别小瞧了我啊！你刚刚吃的包子，都是我做的。真的？嗯。那我还要吃。我再给你蒸一笼。你怎么突然就来了？我已经查到是镇国公府的赵管家仿造了我母亲的印章，现在人证和物证啊都在御史台了。有了这些证据，我母亲的案子就会拖延调查期限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查到。你看你，弄个包子，脸上全都是面粉。沈二娘子，陆廷尉，你这为了见沈二娘子一面，也是不惜颜面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了。不过正好你在，我想帮一个傻子传个话。是庞虎那件事吗？是，但也不是。我跟苏校尉在码头发现了庞虎，我们亲耳听到庞虎说要尽快找到你，然后落定长公主的罪名。哎呀，他呀，听到这些终于明白了，自己确实是误会了陆廷尉，现在很是后悔呢。不知陆廷尉能否见他一面呀？他愿将功赎罪。行，我会让杨宗联系你的。好，那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继续。世子，陆廷尉，陆廷尉，陆廷尉，先前是我有失偏颇，没想到竟然中了贼人的奸计，害得你跟长公主落了难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向您赔罪。苏校尉言重了，先起来吧。他们布局已久，且如此周密，若是我得到这些线索，也很难不心生怀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从一开始选择相信你，交出证据，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还是我不好。苏校尉不必自责。查案，只相信证据。此案非同小可，我定会查到底。庞虎所提及那些货物已经被他安置妥当，
那些货应该也都是兵器。你们先撤。你送陆廷尉撤离，我去帮杨宗。来，你功夫不及我，你护送陆廷尉。安心。统统拿下！是。周蜀安怎么来了？我被跟踪了。庞虎，给我追！是。站住！周御史，陆廷尉是被冤枉的。我亲耳听到庞虎说他要构陷长公主，我可以做人证。周御史，这周御史来的真是恰到好处。这一切不都是在陆廷尉的算计之中吗？杨宗早已发现被人跟踪，怀疑是庞虎的人，索性借此机会让周御史能有所收获。如果能够继续追踪跟庞虎有关的人，至少可以证明这个案子疑点更重，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线索。不知周御史今日还有何发现？证词不是已经在眼前了吗？还能有什么收获？我已经禀告了皇上，说长公主一案尚有存疑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。其实周御史一直在暗中帮助我。我去御史台监狱偷见我母亲时，不仅手卫松懈，还见她房内有曲中香，想来也是周御史思虑周到，特意安排。还有那晚我离开百香阁后遭人袭击，有人出手相助，楚衣的身手，陆某还是认得出的。陆廷尉过誉了。血衣不见了。哦，属下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您是故意让陆廷尉盗走血衣的，说不准在您心里也从未认定过陆廷尉有罪。能力有所见长嘛，都能猜透我的心思了。主要是属下对案件也存疑，那这么说，长公主也是被人构陷的也说不定。是啊，如果陆时彦有意屯兵，以他的能力，绝对不会露出这么多的破绽。他若真的要杀了赵冲，也不会到了京城才动手，更不会将李帝偷工减料之事告知我。而且，长公主一案，我们得到的证据都过于顺理成章。你去跟着陆时彦，暗中保护他。我是说，保护陆时彦就是保护证据，对案子至关重要。是，查案乃是我们御史台的职责，保护涉案人员，我责无旁贷。合着你俩，周御史，你既早有猜忌，为何不提前告诉我？自城西区一案，真凶环环入寇，招招致命，想必已经是蓄谋已久。此案牵扯的人实在是太多，所以我不想让苏校尉轻易涉险。臣，掌字的其他部分不是血迹所书，赵冲临死前写的是臣字。所以，他们从血衣就开始利用我了。
那这个臣字指的是皇子。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已逐渐清晰，他们所图之事已见明了。哪个皇子有这么大胆子？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的部署了。还望周御史秘密勘察城内外的动静。放心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有兵器，定会有私兵。可否请苏校尉回冀州，请苏将军准备调兵？调兵，真有这么严重吗？如果苏老将军愿意帮助我们，那我们在京城也算是有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后盾。苏校尉，有你的帮助，我们如虎添翼。那庞虎呢？交给我们。苏恒哥哥，你这是？我要去一趟冀州。冀州？你和陆廷尉一定要好好的。此前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明明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为什么你选他而不选我？直到这次镇国公府出事，看到你和陆廷尉之间无需多言，却有着坚定的信任和默契，我才真正意识到何为心意相通，何为两情相悦，而不是像我一样一直以你的保护者自居，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苏恒哥哥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一直像亲兄长一样保护着我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情谊永远不会断。那是自然，有我这个兄长在，我谅他陆时宴以后也不敢欺负你。长公主的案子呢，你也不必太过忧虑，相信陆廷尉这次一定会顺利渡过难关的。去一趟苏府吧，有人等你很久了。多谢苏恒哥哥，那你一路小心。我谢谢你还记挂我。慢点儿。这么着急忙慌的去哪里啊？我出门买东西。去吧，早点回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跟你的珍儿妹妹道完别以后就打算溜啊？我刚要去找你，你这不来了吗？还算你有良心，枉我跟你喝了这么多场酒。放心吧，徐佳莹的一枝花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再战。希望你下次不要输太惨。切，下次谁输还不一定呢。走了。哦，对了。我已经和真儿说清楚了，日后我就是他的兄长，我的执念已经放下了。跟我说这个干嘛？去，等我啊！去。陆时宴。你看，走吧走吧，打开。这话应该在城院，你怎么拿到的？前几日周御史给爹爹送药，他顺带给我的。
是这样，这个老狐狸。那既然周御史是帮你的，能不能将长公主接出来？还是不要操之过急，别让对方过于警惕会比较好，明白吗？那我们去探望她总可以吧？你倒是关心你未来的阿佳呢。你呀，要万事小心。如果你来找我，就通知徐娘子，她也住在苏府。好，我就说是谁在念叨我呢？先说好了，我只负责传消息，不负责传情。那就麻烦徐娘子了。那你继续。喜欢？喜欢。你这香囊里放了这么多香料，想来长公主一定会喜欢。就是你得小心点儿，那香囊啊，可别撑破了。对了，你可知道周御史这2日有没有来过百香阁啊？没来过，定是太忙了，不然啊，找个针尖大的理由都能来一趟。哎呀，他俩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啊？等你阿紫迈出那一步呗。那周御史可是时时都盼着呢。可我阿紫的定力堪比那定海神针。阿紫，沈大娘子，天气凉了，我跟福曼准备点被褥。你这个香囊，放些福神会更合适。阿紫，你知道我在做什么？路过你门口就闻到了。福神既能驱虫，又能安神，放在狱中应该很合适。对外人倒是很用心，知道不引人注目，用了和狱中被褥一样的面料。阿紫，都是周御史同意的，肯定不会有事。阿紫之前不同意你们，只是不忍心看你受苦。但你甘之如饴，阿紫就支持你。我就知道阿紫最疼我了。曼娘，周御史和陆时宴都记着你妹妹呢，他们一定能找到你妹妹的。我相信。阿紫，沈大娘子，曼娘，你教我这个怎么做呀？我教你，加这个，加这个。这个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这样子啊？挺好的。走。沈大娘子，我想着沈伯伯的药该用完了，所以又配了一些来。你公务这么繁忙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你亲自来送药呢？下次我去拿就好了。哦，无妨的。刚好我也想来看看。怎么刚提到周御史，他就来了？说不定是你阿紫心有所想，给念来了呗。每次来的时候都赶得太匆忙了，或许是因为沈大娘子上次做的那碗面太好吃了。那我再去给你下一碗吧。好。好事将近。
这是我新做的小菜，你尝尝。谢谢沈大娘子。不必客气。父亲的药老是麻烦周御史，我们已经很过意不去了。那你快吃吧。哎。我来帮你吧。没事，你吃吧，我可以的。我吃完了。酒精如莲味，风相随，唤醒了往事，润色眉。山水一线，而留白为谁？是爱恨笔记的明慧。愿用心碎换一滴泪，去消减这一路的颠沛。若无相欠，更何谈轮回？不是你，悲欢都不对。却云归，共安慰，共进退，盼来双栖双飞，求得同真同美，同梦人间好年岁。周御史吃完了就去忙吧，不要耽误了公务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吃那么苦？哎，你若是喜欢吃面，下次再做给你吃。燕儿，我会在外面等候。燕儿，母亲，燕儿，母亲，你可还好？我挺好的。燕儿，母亲看看。哦，对了，母亲，来，快进来。见过长公主。沈二娘子。啊，母亲，我被通缉时啊，多亏了真儿不顾危险，帮我找到了线索。哦，还有这些，这都是真儿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我听周御史说了，有劳沈二娘子。长公主客气了。这个香囊，我里面放了安神和驱虫的，或能助您好眠。既然现在身陷御史台，那便按这里的规矩来，不宜有这样的特殊照顾的。啊，这被褥和狱里的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换了个内里，软和些。毕竟我也是进过牢狱的人，知道哪些东西是将就不了的。
被褥不换，晚上肯定睡不好，时间久了会熬不住的。还有这护膝，狱里确实是阴冷，戴上它，膝盖就不疼了。我之前对你那样恶语相向，我当时也冲撞了您，还不懂礼节的直接走了。那日你们怎么了？当时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却也不跟亚儿提及，还愿意冒着那么大的危险替我找证据，真是有风骨气度。若我镇国公府得以脱险，我定认你做我的儿媳。如今我们深陷谋逆大案，你以德报怨，但我不能将你拖入火坑啊！长公主，这一路上我们一定会经历凶险，可我们不会放弃的，定会为您洗脱罪名。母亲，此案我定会查清的。燕儿，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有信心，母亲放心，不会很久的。母亲相信你。珍儿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啊，对了，母亲，我跟你确认一件事情。之前搜府时，曾在你的房间里搜到一个手镯，那是珍儿母亲留给珍儿的遗物，怎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出现？前几日周御史也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当时说我从未见过，但是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这个镯子应该是之前我进宫给皇后娘娘送布料的时候，皇后送给我的，说是在太子那儿看到了，顺便夸了一句，太子便送给了她。燕儿，你是知道母亲的，并不在意这些，随便看了一眼之后就没再看过，所以就一时没想起来。按长公主所说，我的手镯是被太子的人拿走的，难道这个臣字指的是太子？近几年皇上对太子一直不满，多有训斥。若是太子未雨绸缪，想提前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可妄断，还得进一步查证。这去年呐，旱地成涝，多亏了有葛先生求得了一场大雨。只要葛先生祈福，便能风调雨顺，事事如意。太好了！我说这葛先生有那么灵吗？哎，葛先生可是能召唤祥瑞的啊！祥瑞，那岂不是可以保国泰民安了？请葛先生召唤祥瑞，保国泰民安。请葛先生召唤祥瑞，保国泰民安。放火来矣！
神弄鬼。唉，都换了好几副方子了，陛下这病啊，就是不见好转。自承熙去探他以后，祸事接踵而至，迷信不稳，扰得朕头疼心烦。这病如何能好啊？陛下是忧国忧民。哎，要不我去请那个葛先生，设个祈福礼，为陛下祈福，也为百姓祈福。且听说他去年为汉地求雨成功，还救了不少灾民，想必是有些能耐在身的。机缘巧合罢了。陛下，你还是去试一试吧，这样百姓也安心呐。好吧，随你安排，到时候让太子前去主持。那就安排周御史去请葛先生出山，陛下觉得如何？听你的安排吧。是。自从苏校尉走了之后，某人啊，好像一直提不起来精神。什么？我答应过苏豪要抓住那个叫庞虎的，结果这个人躲得没影没踪的。原来是为了恒儿啊！我跟他可没关系啊！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葛仙氏啊？听说他可以召唤祥瑞，很是灵验。好像今天周御史被派去接葛仙氏，说是要为民祈福。召唤祥瑞，我有兴趣。徐娘子，你可知这周御史是否有婚配？你不会是看上周御史了吧？这周御史样貌堂堂，为人端正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好啊，周御史当然好了。等过些时候，我帮你问问啊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葛仙氏，我想去找她给我妹妹祈福，希望我们能早日团聚。沈大娘子，不如我们跟曼娘一起去祈福，没准更有用呢。沈大娘子，不然我们一起去吧，去吧，一起去吧。好，我们一起。这马车一时半会儿应该修不好了吧？是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张伯，你在这儿看看能不能修好，我带他们先上山。行，走吧。沈大娘子，这不是周御史吗？周御史，沈大娘子，你们这是打算去哪里啊？我们打算去找葛仙氏祈福。你们马车坏了，要不嫌弃的话，就坐我的马车一路上山，刚好顺路。不嫌弃。请。沈大娘子，多谢周御史。
周御史是不是心中也有所求，去找葛仙氏祈福啊？我虽然心意有所求，但是我不靠鬼神，我只靠我自己。可是这世上万事都能通过努力去争取，唯有姻缘之事，靠的是缘分。周御史可有心仪的女子啊？何不去祈求上天保佑你们终成眷属？尽人事，其他无憾。如此听来，周御史是有心仪之人了。那不知周御史心仪的女子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她温柔、善良、聪慧、坚毅。她在我心目中是这世上1等1的好女子。只不过，她时常都在照顾他人，忘记了照顾自己。所以，我想到她身边去照顾她。下雨了。周御史，要不我们等雨停了再赶路吧？听你的。多谢。喝碗热茶，暖暖身子。谢谢。沈大娘子去找葛仙氏，是为了替你爹爹和小妹祈福吗？是。但也不完全是。我也想为周御史祈福。你躲在里面，别出来。快走！走！走！周顺！是啊，沈软，医生，对，沈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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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因为我不想你受伤。沈软。
酒精如帘微风相随，唤醒了往事润色眉。山水一泻而留白，为谁是爱恨笔记的明慧？愿用心碎换一滴泪，去消减这一路的颠沛。若无相欠，更何谈轮回？不是你悲欢都不